众朋友，欢迎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到了新竹峨眉12聊。看过刚刚 before 跟 after 的影片，您是不是也觉得非常神奇呢？事实上是60年前，有一位来自美国的马觉明神父，在我背后这个地方盖了一个很美丽的西班牙风格的教堂。但是80年代这里大量的人口流失，于是那个教堂变成废墟，从那时候开始荒废了超过30年。今天我们的看板人物刘从翰、何丽梅夫妻是谁？他们竟然能够起死回生。这对夫妻是用独资，使得2022年天使教堂重新诞生，就好像从坟墓废墟里面复活走出来一样。他们有耐心花10年的时间整理这个地方的产权，再花了3年，所以到目前为止超过13年。独资超过台币1亿元修复了整个教堂。重点不是他们有这个财力，而是这对夫妻都有那样渴望的心、等待的耐力和坚信的意志。天使夫妻吸引了更多的天使加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让今天这个时候我们台湾可以见证到一个复活的奇迹。这位领头天使何丽梅，她有16年在台积电担任发言人还有财务长的资历。在法说会上，您常看到她坐在张忠谋先生的旁边。在金融亚洲还有机构投资人杂志多次的将何丽梅举为不管是台湾或者是亚洲的最佳财务长。在2018年，日本的经济新闻更把她列为在亚洲科技界最具影响力的9位女性之一。欢迎丽梅姐，也可以称你 Laura 哈，最好是这样。刚刚观众朋友在 Before After 里面看到，那真的是就剩一个骨架跟墙面而已。因为这里以前是休闲农业区啊，我们新竹有时候郊外会带小孩子出来玩，所以这里我们不太陌生。所以我在10几年前又到这边来玩，就看到有一个教堂，废墟样子，可是它很漂亮，我觉得它的精神还在。那因为我是天主教徒，我从小就是。所以我们教友就觉得教堂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圣殿嘛，圣殿，然后变成废墟的，觉得心里很不忍。我当下就说好可惜哦，这么漂亮，如果能够把它恢复有多好。如果我能够把它恢复，我会非常愿意。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这个突然之间被召唤的感觉。我先生其实跟我有一样的感觉。那我们回去谈到说，来想办法买这个教堂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默契很高，就说好，所以但是过程当中非常不顺利啊。我们开始的时候就去查这个地主到底是谁啊，发现他是经过好几手转是有一个很复杂的这个产权结构啊，既分散又破碎。对，就是教堂这一块是有4个地主，然后前后还有2个啊。后来我们就暂时就把它搁一边啊，因为我觉得凡事不能强求啊。如果是该我们来负责重建，我们就会有机缘。那过了几年之后呢，我找个中介，后来他说前后那个地主很麻烦啊，中间这个地主他 OK 很难商量，所以我们又把它搁了一阵子啊。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这边有一个废弃的教堂，10年很长的一个差不多时间10年，一个 baby 都可以读到小学4年级了。是，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说，好，这边有一个教堂，我要去乡下住这里，我也许成为当地居民之后，这缘分会出现。哇，所以你是一个你没有看见线索的希望在前面，但是你觉得既然你那个心境上面觉得你要让它复生，对，你就朝着那个希望是去做。是，今天故事有很多奇迹，有一个就是说，其实你们最后要买以前差一点点，它其实就有一个土地投资商要买走了，就差那么一点点。是，那是我记得是2017年啊，有一天周末，我跟我先生就说来这边逛逛啊，然后发现这边好多人哦。这废墟教堂里面很多人，因为那个时候它是个网红打卡的景点，所以很多年轻人来这边照相哈。那隔壁有一个女士叫张小姐，我们有意想要买这个地，为了修这个教堂，然后那张姐说好，那我帮你打电话啊。
他立刻就打电话给他说，其实有一个土地开发商正在整合这块地，其实已经整合的差不多了啊。那我今天就跟他讲说，那我们想要买可不可以就是卖给我们啊？其实张姐其实在这个事情当中，她有点像中介的角色。你后面10年整理产权嘛，那3到4年修复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容易，你没有办法把它直接发包给一个承包商团队，你需要的是有对的人在对的时间一个出现。是我们有过整修旧房子建，其实是比盖新房子还要麻烦。我们进到教堂了，这位就是刘从汉先生 Roger 哥，所以这 Laura 姐是刘太太了。对，进到教堂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天使教堂，我们往这边看，这个是祭台区，对不对？对，是。即使一般观众朋友没有灵洗，但是在基督宗教里面也知道，我们看到那个是图，那个图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吗？好，这个图呢，就是耶稣圣心显现给玛加丽大修女。哦。那这个彩绘玻璃是来自于比利时，那大概有150年的历史哦，就这一面原窗。对，这一面原窗。哦。那这面原窗就是跟台北圣家堂的彩绘玻璃是同一批。那当初丁松青神父呢，这个引进了这批玻璃以后，其他的彩绘玻璃呢被圣教堂给要走了。好，然后呢，剩下的一个圆形的窗子呢，他就摆在他的工作室，一直摆了20年。那后来进到这个教堂上，他是这里很合适，
所以呢就把这个玻璃摆在这个地方。哇哦， Yeah，超过是100年，所以我们很好透过这一个有天光的窗户开始来进入这个故事。我们刚刚已经听到说这个产权整合花了10年的时间。丽梅姐是提到说 Roger 哥是非常有耐心，因为我们这个中间过程啊，真正去考虑要买这一块地有行动的呢是有3次。那我一看就知道说，这个应该不是教会的产权，因为如果教会的产权的话呢，它再怎么荒废都不会到这种程度。那所以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结果查了一下，我查说12寮有没有天主堂，查不到任何资料。哇，所以它已经完全被放弃了。是，就我所知，是有很多的团体跟个人都想要买这个教堂，但是都是碰到同样的困难。那就是都是整合上的困难。你会不会觉得说，你们2个人是背负了，或者是承载了很多人的希望，然后透过你们的双手，其实只是把这些人的心愿一步一步完成而已？我深深有这个感觉啊。事实上，我们买了之后，有几个人告诉我说啊，我们也想买过。他说这个教堂能够落在教友的手上，真是太好了，因为他知道他不会变成是一个营业的地方，他会变回是一个教堂。这也就是我们真正要买这个教堂，也希望它能恢复教堂的功能。它见证的是我们所希望跟期待的。如果我们 hold 住这个希望，不放弃的话，经过时间耐心的等待，它是有可能成真的。对。这天使教堂啊，最多天使降临的地方，应该我觉得就在这几面窗玻璃上面。是。对 ，Roger 哥，我听说把这一些天使从纽约市接过来，足足花了1年半的时间。非常长，是，其实应该不止1年半，我们可以到旁边的玻璃这边来看一下。哦，好。Roger 兄，以教堂来说，天使教堂是一个小而美的小教堂哈。是。那在这个30多平一点的空间里面，总共有16位天使在飞舞，窗玻璃上面。是。这里面一定有一个灵魂人物嘛，把天使接过来。是五峰清泉的丁松青神父。他帮我们找的，他的哥哥丁松云神父，已经过世了，可能大家就更熟悉一点。是，其实丁神父呢，如果以现在在台湾做宗教的彩绘玻璃，他应该是第一把的交椅。那一开始是您跟Laura 姐拜托他吗？是，其实，在我们还有买到这个土地之前呢，我们已经找他来看过了。然后呢，他觉得说这个教堂是很适合来修复，非常的漂亮。他知道了。纽约教堂、纽约教区有一个这个warehouse 这个仓库，专门收集纽约教区被废弃的教堂或是被拆掉的教堂，他们的宗教艺术品全部集中在那边，那只有神父能够去看，所以他就跟他联络。那联络呢，到真的拿到玻璃呢，是花了1年半的时间。联络为什么这么久？因为刚好教区里面管理这些人员呢，都是一些老先生。那中间又碰上这些老先生退休了，所以呢，他又要重新再去联络。他是很有耐心，但是最后好像他也不太耐烦了，他直接打电话给纽约教区的主教，我们申请那个彩绘玻璃那么久，怎么都没有消息？那个秘书才答应说，赶快帮我们处理。我觉得这个耐心真的已经够了，因为光是联系接洽花了300多个日子。是。那当然了，他那时候他有备案说，如果真的拿不到，他就要自己做了。哇，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些彩绘的窗玻璃，也是一种复生。这个玻璃呢是漂洋过海，从德国跑到纽约，再跑到台湾来。其实我们知道那个一般的大教堂，它的彩绘玻璃是一大片，这个都是其中一小片。那我们的真正的彩绘玻璃其实只有这一块。那旁边的地方是丁神父的团队把它延伸出来，好，那底下跟上面的图案是丁神父设计的。那到目前为止，很多人来看了以后，都从来没有人看得出来。像大家如果注意看哈，这个的紫色跟上面的紫色有点不太一样。好，那为什么要不一样呢？他就是很要求很多，他觉得说哈，底下我们光线比较亮，所以这个紫色那时候看起来比较淡，
那上面因为比较暗。刚刚听到 Roger 兄跟我们讲，从德国、美国纽约到台湾，从旧到新，这完全是一个共融的过程。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报道。底下是丁神父设计的，上面是丁神父设计的。我就是一个水管，然后那个商主要给我什么哈，他经过我，很像一个水管就要给别人哈，我刚好找到了好的作品。走进新竹12寮天使教堂，小小的教堂从祭台到两侧窗户都装点着美丽的彩绘玻璃，这些全是超过100年的历史古建。我第一次来了，看到这个教堂，虽然破破烂烂的，但是我们觉得会做一个非常好的教堂。来台湾50年的丁松青神父，认识的人看他更像个艺术家。天使教堂40年，从残破到复活。这回担任修复教堂的艺术总监丁松青神父的专长是绘制彩绘玻璃，这一次是他决定不画新的，要找寻古建。我觉得这个教堂是老的，为什么不要找到老的彩绘玻璃就配它哈？就这样，丁神父千里迢迢到纽约，找到一批历史上百年、满满天使图案的彩绘玻璃，要让这批天使窗玻璃漂洋过来台湾，煞费苦心。我就一直跟 Roger 和 Laura 联络哈，这个可以吗？他的 size 好不好？他说可以哈。哦，好高兴啊！我可以买很多东西给钱。后来我回到美国，就开始跟他们联络。经过将近2年的联络与等待，这批天使彩绘玻璃终于运送到12寮天使教堂，但又是另一个考验的开始。因为他发觉这些拿回来的玻璃比他想象中破得很严重，他本来这些进来他是很想要帮他们省时间省费用，所以我们那时候好吧，我想说这个我们就把它接下来做好了，不要再让他烦恼了。吕玉尚从事彩绘玻璃工作17年，过去也曾和丁神父还有他的徒弟江田先生合作过兰雅圣母朝圣地以及内湖升天教堂的彩绘玻璃。面对这些100年古建，他提出大胆建议。他们的想法是比较维持说能旧有的就旧有的，就不要动它。我那时候我提议的时候，有把他们吓到一点。我说我认为，风化的都要拆掉，金属结构。拆掉100年旧天条，重新组装是一个浩大工程。除了要修复原有古建，为了符合窗框尺寸，还得在外框做加工。非常重视配色的丁神父选用紫红色与黄色做色系主体，除了教堂两旁12扇天使彩绘图，祭台两侧的大片中型框框也来自纽约，由另一位玻璃艺术家施英辉负责修复。把比较弱的部分、破掉的部分也要补一下，结构再加强一下。它的尺寸不是刚刚好，对，所以我再加外面这3块玻璃。那颜色当然是神父挑嘛。施英辉是兰屿达悟族人，多年来生活在清泉部落，跟着丁神父做彩绘玻璃，也多了个泰雅族名字雅卫。雅卫是我的老板，所以我帮忙设计画画哈。我不是为了钱要做这个事情，我希望教堂能够更漂亮。希望教堂变得更漂亮的丁神父，也将自己的本堂清泉教堂以天蓝色及黄色做主色，点缀更明亮圣洁。丁神父同样希望他服务了40多年的清泉部落也能变得更漂亮。他主要的目的是在他有生之年，把清泉弄得更漂亮、更好看。雅卫是丁神父的左右手，协助他打理整顿街道大小事。然而整修的钱从哪来？这是彩绘玻璃。后来我跟神父讲说，神父你可以用彩绘玻璃来办画展啊，来办画展来卖。可是神父说，彩绘玻璃能够办画展吗？彩绘玻璃是钉在教堂的窗户上。我说神父可以哦，那我们就想说，在彩绘玻璃上面呢，把每一个圣像放 LED 灯，就当下我们就决定了，神父，我跟你拜师，我跟你学彩绘玻璃，然后我帮你想怎么弄 LED 灯。那一年，50岁的江田向丁神父拜师学艺，一边策展募款活动，一边学习彩绘玻璃。透过贩售作品的收入，募得上千万元，大改造清泉部落接容。
也正是因为爱的容颜义卖活动，才认识天使教堂的主人刘从汉、何丽梅夫妻。我们去安装那个 Rolla 他们的祈祷室的时候，看到那个教堂是破损的，后来 Rolla 想就有个机会把它买下来，买下来以后就是要开始怎么做，就请神父说他有什么想法。这个是1978年做的，比利时的一个教堂哈。大部分这一批的彩绘玻璃是在台北的圣家堂，结果我想出来的一个刚好跟这个窗口一样大。作为祭台正上方的主视觉，早上的太阳照射进来，让玻璃上的图画更加亮眼。而这片圆形玻璃早在24年前就来到台湾，丁神父从比利时教堂取得一大批彩绘玻璃，当年用来修复台北圣家堂。后来他一算，就是那么巧，刚好有18个窗口，有18幅画。然后就很高兴呢，他就一个一个的修。我们可以说丁神父是我们的恩人。有神来之笔的不止彩绘玻璃，然后丁神父呢也看到我们刚刚看的后面那一幅圣母加冕图，他说我们是不是把它也拿回来把它修复？修复工程中最浩大的就属教堂后方这幅宽4.8米、高2.4米的圣母加冕图，同样由丁松青神父从纽约的教堂买回来，只是破损情形又是出乎意料糟糕。好在刘从汉好友的儿子戴敬晃刚好是位古画修复师，这又是个天时地利人和。现在变成我是我老师的位置，很多环节是以前都是团队，现在变成完全我一个人操刀，然后就又带领一些没有经验的人，成败在我身上，所以这个压力就很大。戴敬晃直接从助手变成监督，责任大不相同。修复古画过程中，还因为心脏开刀休息了数个月。戴敬晃的出现，不只让丁神父带回来的古画修复出现一线曙光，更同场贡献了4幅耶稣苦路图。之前在留学法国的时候，我修完10张的时候，教会里面的人就说：“那我们后面的这4张，我们经费已经不足了，那不知道怎么办啊？”我说没有关系啦，那不然我把它购买下来好了。这在我身上放了将近17年，好，那我就带着这4张呢，做不同程度的一个演讲。原本作为修复古画教材的4幅苦路图，如今也找到了安放的家。小小的天使教堂如同博物馆典藏般，丁神父谦称自己只是个水管，传递了所有被需要的人事物。他为天使教堂带来了天使彩绘玻璃，也印证了他其实就是最棒的天使。若要数数在教堂里究竟有多少天使容颜，我想那绝对不是人能懂的数字。这已经分开了。OK， 因为它切割的这方面呢，这个是2米4，就是要衔接到另外一个画布上去，因为它已经断了。它就是好，我们换这个角度啊，观众朋友，你就可以从面对祭台的这个方向看到这个圣母加冕图哈，它的长宽宽4.8米，高240公分，这么大的一个图，它来的时候其实完全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不是，这个圣母加冕图呢，也是来自于纽约的一个教堂。事实上，它的作者应该就是意大利的移民。那原来它的图呢，我们得到的资料是3.6米的宽度，结果来到这边才发现说，不是3.6米，是4.8米。那我们那时候在伤脑筋，会不会我们装不下？
结果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做好以后刚好是装起来是顶天立地了哈。他修复的时候，听 Laura 姐跟我讲过，他是要整个铺在这个地方。事实上来的时候是有4片，所以这是重新修复是拼。是最困难的东西，其实在于是说整个的清洁工作，经过100年以后呢，事实上这个画布是都碎掉的，那你没有办法再重新去崩它。所以我们要换一个旧的画布上去，新的画布跟旧的画布要去做一个结合。那最难的是在这个地方。然后旧的画布呢，你前面要做清洁，背后要做清洁。如果你背后的清洁没有清洁好，里面有一些细菌、霉菌的话呢，可能你粘上去，它又从里面开始发霉了。是花了1年的时间在做清洁，处理它变成一个可修复的状况。好啊，那这个应该很适合做广告后，你猜猜看它怎么进来的？是我们后来他进到这边又修了1年，所以这句话整整修了2年。整体教堂我们讲它的修复3年，但是这一个圣母加冕图就是2年，难怪它挂上去的时候我们有来拍，它有一个非常重隆的典礼。观众朋友，你现在看那个圣母表情的特写，我想问一下 Laura 姐，为什么是这个表情？我觉得它有一个安静的力量啊！你看圣母的眼睛低垂，她是被加冕，是一个荣耀的时刻。可是你看她的面容是一个非常平和、谦卑的啊，让你觉得有一股很大的安静的力量。当我们从这个圣母加冕图啊聊到了它光是清理以便于修复就要花1年的时间，我想请教 Laura 丽梅姐，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推崇的效率都绑着时间，效率它从来没有不是正面的。可是在这14年整个从购地到修建的过程里面，它却是那么的有很多时候你不晓得要多久的这个时间，所以看起来它是一个无法有效率的计划。那这14年让你在心性上面对于等候这件事多了哪些领悟？讲到效率啊，念华，我是一个很注重效率的人。你知道我在高科技工作，我们都是节奏感很强的。可是这个修教堂这件事情，是我这辈子最有耐性的一件事情了。我觉得天主有他自己的时间表，照他的时间表出来，结果是更好的。其实有很多例子啊，这幅画要花2年的时间修，它来的时候真的是很破，中间有一条裂缝很严重。2年的时间，它可以变成这么美丽。再讲到我们买土地的过程，开始的时候，我们本来是停车场放在这个教堂旁边哦，因为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停车的地方。可是很多朋友都告诉我们，教堂旁边不要停车，会破坏景观。结果就找到了，比原来还要更好。对于等待这件事，你会多了怎样不同的一个情感？有的，因为我在公司其实也做 ESG。我们常跟公益团体接触，如果我们要用企业的效率去跟公益团体接洽，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超级没效率。但是事实上，你想想看，这么多人把他的心放在这里，他们是为了做成一个更好的东西啊。所以其实结果比较重要，至于是不是在你要的时间表完成，也没有那么重要啊。我现在的我比以前有耐心啦。以现在台湾来讲，我们那个旧的木工能够做这种窗框的，已经慢慢凋零了。我们总共有20几扇，事实上我们有留下了5对，是原来的旧框来修复的。因为我们60几年前的旧框还可以修复，而且是木做。以前用的木头比较好。观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古董级物件的人我真的非常推荐你来天使教堂看看，因为这个地方光是木做的窗框，现在很少看到了，大概都是古董级的。那么这种木做窗框，它在修复上最大的挑战就是要新修如旧。到底有哪些技术上的难关被克服了呢？我不敢太大力敲 ，Hello，Roger 兄，我看你开那个这个木做窗框也是这样子，慢动作挪移，要修这些木窗框，它的技术上面我们可以万位的困难是什么？以现在台湾来讲，我们那个旧的木工能够做这种窗框的，已经慢慢凋零了。我们总共有20几扇，事实上我们有留下了5对，
是原来的旧框来修复的，因为我60们几年前的旧框还可以修复，而且是木做，是，而且台湾又这么湿，是，以前用的木头比较好，是吗？是，现在这个是新做的哈，那彩绘玻璃的重量比较重，那旧的那个木框事实上没办法承受，其实很难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窗框是旧的，是水泥框，我们的这个铰链这一些要装到水泥上面，事实上是有些困难的，真的很值得来看一下。要慢慢的把这窗户要慢慢的合起来。对。那我们刚才讲说那个彩绘玻璃呢，其实你可以看哈，这个原来在纽约风吹日晒雨淋那边又有暴风雪，所以这个都是风化的痕迹。那我们真的是延伸出来的是这一些，就是一个新的铅条。我们既然彩绘玻璃叫镶嵌玻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新旧合一。那我们说，修旧如旧。从我们拍摄Laura 姐最清楚了。我们拍摄整个天使教堂，一直到我们录影的时候，我们终于等到了静茹老师，铜雕艺术家吴静茹老师的这个天使出现。这个天使，哇，我觉得他的这个衣衫，还有踮着脚，好像在飞又像在跳舞的那个姿态，都是超乎我们对一般天使那种刻板的想象。我当时被这个邀请呢，是让我其实完全的心的融化，因为我常年一直在做天使，然后尤其现在是只针对教堂来去做天使，是无比的兴奋啊。那么关于这个天使跟这个天使，它的起名叫真善美。那么在这个时段里头呢，我觉得他们代表的精神，那么我们根本不用去提了，就是 about your heart, it's more than ever, more than everything universe。所以我觉得，我当时最感动的就是还是为教堂来制作这个天使。你们两个人的认识是巧合？对，非常巧合。是这样啊，2020年的6月20号，我的朋友王春煌，他带了一团朋友去花东旅游，发现院子里有一对夫妻，有个非常优雅的女士，就是我们静茹老师，还有她的老外老公，在那里。春煌去跟他聊了一下，铜雕艺术家，作品是天使。我那时候在里面，我一听到天使，我耳朵就亮了，我就赶快跑出来，我这个人我要认识一下。所以我就跟静茹讲说，我有一个教堂是叫天使教堂，我其实想找一些跟天使有关的一些艺术品。然后他就给我看了他手机上他的作品，我非常喜欢。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到？你要不要整个行动派看看呢？”行动派。其实你知道，静茹老师还有Laura姐，我们在那边数数我们看得到教堂里面的有形的天使，再加一加。那时候我们工作团队数是25个，对，但是同仁说27个，加上这个 Roger 跟这个 Laura， 但是我们看到静茹老师，好，再加28个，就说有这么多天使来协助你。其实不止28个，从建造线设计师，然后营建团队，然后帮我们做园艺的，所有参与这个计划的人，我觉得他们都是天使。天使应该是有哪一些的特质是可以见证出真善美？天使是天主的带讯者他传达天主的讯息给我们，所以这是一个他很重要的
一个工作啊。对，还有我们要怎么样才听得到这个讯息啊？其实我们要把它心准备好。其实你很多讯息都在你旁边，你其实是要去注意体会，你会感觉得到。金如一定有很多你的经验啊。对啊，俊老师做了这么多天使雕塑，我比较微妙，是因为我是做铜雕的，那么对于灵感，对于任何的有关于美学的这种做雕塑跟天使有些不同，它会有一个 message 给你，非常强烈的。它会有很温柔的在你的背后里的加持的温度，是瞬间立马，是那种很热的，是告诉你有一种信息，你必须立马去做。就是从你的内心里头呢，它就是某种的一个天使的力量，是告诉你你即将要去做天使。所以我跟他之间的connection 是 immediately 的，所以我特别喜欢那种感觉，它是一种无声的力量，但让你去幻想它可以带着你去飞翔，然后甚至包括你的翅膀可以去拥抱我们的大地。观众大家知道吧？进教堂是不可以吃喝的哈。那如果有机会来的时候，欢迎静静坐在这里。当你坐在这边的时候，也知道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奇迹。好像所有天主教堂一定会有跪凳哈，一定会有跪凳，让大家有跪的时候。是，是。跪下来的心情是什么？因为我们教堂礼仪当中有好几个地方是需要跪下来。跪下来的心情就是一个谦卑。教堂里面自己显得渺小，这是很自然的，是很美的一个和谐。其实我们会做这个故事哦，一开始是听薰衣草森林我们的看板人物提到这些跪凳，他来到这里的，他是用奇迹2个字跟我讲的，奇迹。是，你要说奇迹，它也真的是一个奇迹哈。那我们在2019年开始修教堂呢，就修到年底左右，那么屋顶都已经起来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想说，在我们的天主教教堂里面，每一个教堂里面都有跪凳。原本哪个地方有旧的跪凳，因为真的旧的教堂配合旧的跪凳，那个味道才真的是完全的 match。结果就很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隔了1个礼拜，他给我们一个简讯，他说：“有一批跪凳释放出来，叫我们呢去联络。”我们没有那种什么standard size， 对不对？就是大跟小。那以这个30平多一点的，你看我们排的跪凳也不多哈，所以你要找到而且教堂中间一定是留一个走道，它一定是这样2两的跪凳，两边也会留一个走道。对，所以你要找到。我觉得数量还不讲，你要找到这个尺寸，所以这就很神奇的地方。我问他说：“你们有几张跪凳？然后每一张的大小是多少？”他说：“他也没有仔细算过，也没有量过。我们大概是要16张到18张都可以。然后每一张的大小长度应该是在2米到2.2米都可以。”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去算看看。”然后量看看，后来他回一个电话，他跟我讲说：“我们总共有18张跪凳，就这么巧，每一张的长度2.1米。”我那心里像定做一样，哇！我定做我就是要这个数量，那要这个大小，然后这真的是天主赐给我们的。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就跟 Roger 说：“我们去看看嘛，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东西。”我们就进去了，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我们是峨眉湖畔12寮天主堂，要找后面的那个圣母龛里的那个圣母像那旁边有一个老先生，他说那个以前那一尊就是我做的，所以我知道是。这天使教堂，如果我们从空拍镜头看绝对看到这个白墙红瓦，屋瓦是不可能忽略的一个部分。但是我听说这个屋瓦得来不易，它是在日本专门开窑烧窑的瓦片，可是它数量不多怎么请得动他们愿意为天使教堂
开窑呢？好，因为我们当初在修复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说这个屋瓦呢，还是要能够有点那种旧的哈。那这个台湾已经买不到我们原来的瓦片了，在台湾也没有厂商愿意帮我们开窑了。那能够找到就琉璃瓦。那以这样的一个教堂，如果变成一个琉璃瓦，感觉好像有一点不对味。那日本有几个大的瓦的区域，我们的营造商去问他说：“哎，我能不能帮我们烧一些瓦？”然后他营造商呢，只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素瓦？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用琉璃瓦。”哦，所以我们这个叫素瓦。对，因为没有琉璃，看起来没有那个。是。那我们的那个营造商跟他讲说：“哎，我们在台湾要整修一个旧的教堂。”他说：“好，我帮你烧这个瓦。”所以量虽然很少，但是他愿意。也就是他把这个整修的计划视为是某种文化资产，所以他才愿意说去接这个量的单嘛。是没错，呀，真的很不容易。这个瓦事实上，它在那个整个结构的时候呢，它在做的时候，它中间有2层的防水层，防水层中间呢是一个空气层，那是隔热的效果。你如果上去上面看，你看那个地方它有一个通气孔，所以它从这个屋檐的地方空气进去。然后呢，从中间那个层热空气往上，然后最上面你看每一段有一段有空隙的地方。有，今天27、8度，我们刚刚进去的时候没有开冷气，真的马上就会觉得非常凉快，而且通风。是。哦，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的技术工程。这个鸟叫的声音真的是一整天呢。是啊。如果更早的清晨来的话，那更是不得了啊！我们从这边这样看过去的时候，会看到天使教堂里面其实内跟外都有圣母。那这个圣母像呢，它原来在我们看到纪录片的老照片里面，在1963年建堂落成的时候，就不是那个像，对不对？但是几乎跟那个像几乎是像，对，完全一样的。这里面还有一个奇遇的奇迹的小故事。其实我们发现这个教堂的时候已经没有圣母像了，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洞，曾经它应该是有一个圣母像的。大概在5、6年前被一个修女院收起来。对，其实我觉得这曲折在这边，原来的修女院珍惜就不让她回来了。我们知道竹北好像有一个叫圣心雕刻社，它是专门做天主教的一些文物。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就跟 Roger 说，我们去看看嘛，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东西。我们就进去了，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我们是峨眉湖畔12寮天主堂。要找后面的那个圣母龛里面那个圣母像，那旁边有一个老先生，他说那个以前那一尊就是我做的，所以我知道是，对，60年前建堂嘛，所以他那时候做的时候还是小伙子，是20几岁，真的很巧刚好他在店里面呢。他就是说，他有一个现成品。其实一般店不会摆这么大的现成品，都是比较小的，会摆很多，大的都定做。所以拿出来给我们看，他说：“哦，我们说对，我们要的就是这一种。”他在我们圣母像安装完半年以后，那老先生就过世了。如果我们再晚一点去的话，可能我们也不知道这一段历史。是，就再晚一点去，你可能还是买得到这一座圣母像，但是你不知道它是出自哪一双手了。对，其实我到这边，我觉得有点那种园区的感觉，就是天使教堂园区，因为它有五感，那这边闻到那个，这是文旦还有文旦。4年前就是2018年，我们刚买的那个第2年它其实长了很多柚子。我其实早上有时候会来数大概有几棵树，我数大概有150棵左右。然后那年柚子都长出来，我们拿来义卖好了，8000到1万斤左右。那我们就想说，一箱大概是10斤嘛，所以我们就想大概是800到1000箱，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教会的 LINE 群组里面就开始卖，2天把800箱订完。那这样子义卖应该有破100万哦。是我们那时候一箱是600块。哇，大家自己算一算，所以这义卖的金额后来帮助了身障朋友的。我们还有一个第3期，就是在对面。那对面的话呢，我们将来会变成是一个森林区，那我们把名字叫做天使森林。好，按住哦，3秒的来了。
哦，这边光线真的很好，不过以后这里是基台区啦，所以不方便在这边自拍了。早次不希望天使教堂以后成为一个网美点或打卡点。我先讲一下这教堂将来在使用上可能有哪些方向。第一个它是教堂，当然这个福传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再来，因为这边有很多艺术而且这个空间还蛮适合演唱所以可以做文化艺术的展演。那再来，因为我们想要在这边创造一些美好的事情，所以公益慈善。最后一个是因为它是在一个休闲园区里，附近都是务农的，我们希望利用这块土地跟附近的居民能够这个连结所以是在地经济的连结。但是我想，我最想做的是，它可以变成一个必经的中心，甚至于它可以来办婚礼。因为我们有天使基金会应该是要用预约参观的方式比较大家都比较舒服吧？是，我们打算是用预约参观的方式然后可以有定期导览。那我希望大家来到这边能够有一点停留的时间，然后了解这边的故事，体验这边的美好。欢迎你。可以在里面可以精油祈祷一下，更好。